大家好，这里是案件纪实频道。相亲对象喊来4个男人一起轮奸女孩，5个禽兽将一名美女医生活活折磨12个小时，受害者身上多处隐私部位被狠狠咬下，身上的牙印更是不计其数。美女医生以为只要配合忍受羞辱就可以活下来，她尽可能满足凶手所有变态的要求，侵犯、折磨、蹂躏、践踏，但凡你能想到的，她全都经历了。不成想，这5个禽兽最后杀人灭口，且抛尸玉米地。随后他们寻找下一个目标，案件的背后隐藏着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警方能否及时拯救下一个受害者？2017年8月17日，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一女子着急忙慌地来到警局报案：“警察同志，快帮我找找女儿，我女儿失踪了。”民警了解后发现，报案人员为李某，女儿31岁，未婚，是当地的一名医生。据报案人讲述，女儿在昨日告知要去农家乐和朋友聚聚，李某心想这也没啥，可到了第2天，李某却发现不对劲，不仅彻夜未归，拨打电话却始终是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：“你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”这让李某更加着急。民警最初觉得31岁的年龄，和朋友玩一晚上，手机没电了也很正常，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。刚报案失踪的女孩第2天就回家了。可李某听到民警的猜测时，却是瞬间反驳道：“这不一样，我刚收到女儿的一条短信，内容是：妈妈，我谈了2年半的男朋友，今天突然结婚，可惜新娘却不是我，我想出去散心几天，你不用担心我，过几天我就回家了。并且，女儿虽然31岁了，但是长得很哇塞，性格也有点内向，不爱说话，至今都是单身。我这头发都是愁她对象给愁白的。问题就在这，女儿哪有什么男朋友，所以女儿一定是出事了。”而民警调查后发现，小李在大家的眼中就是乖乖女，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关系也非常简单，只有2点一线，根本不会出入夜店等娱乐，更别说其余的不良嗜好了。并且小李的闺蜜张某也告知民警，她从未听说小李交往对象的事情。结合这些线索，警局意识到小李的失踪并不是简单的失踪。随后警方开始调查小李的支付记录，这次有惊人发现，小李的消费记录证实，在8月16日下午的4点到第2天的早上8点，在不到1天时间，小李就把10万元全部花完。但同事、朋友、家人都反馈到，小李是一个比较节俭的女孩，也并不是大手大脚的花钱。结合小李的消费记录和其母亲的证词，警方怀疑小李遭遇劫持，且可能已经遇害。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，警方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。警方决定把小李的失踪案性质变更成死刑案件来处理，同时快速成立专案组进行侦破。专案组调取小李家周边的监控后显示，在8月16日14点21分，小李在小区西门口上了一辆黑色的本田车，车牌号为黑 D。但警方却发现这个车牌号已经报废，因此无法查询到驾驶员的信息，并且小李从开车门到上车都非常自然，所以只能有一个结果：车上的人小李认识。可惜的是，监控并不能看清容貌，只能看到在车内除驾驶员之外，副驾驶上还有一个男子，并无其他的线索。于是民警只能将车作为突破口，分别查询车辆的行驶轨迹以及车辆的出发地。在仔细地筛选了1500辆车后，终于发现黑色本田车最初是从扎龙乡驶出，但奇怪的是，车还是那个车，但牌不是那个牌，已经从黑 B 变成了鲁 B。但调查后发现，黑 B 这个车牌根本查不出任何的信息，而鲁 B 的车牌则是青岛的一家租车公司，并且该车在2个月以前便被一中姓男子租走，但目前在什么位置不得而知，也很有可能是帮别人租的。按照租车公司提供的信息，警方很快便找到了钟某的工作单位，但可惜的是来晚了2年，因为在2年前，
钟某便被开除，并且还得知钟某因赌博欠下大额赌债，连房子都卖了。民警只能将钟某的照片拿给李某辨认，可不曾想的是，李某告知这是2年前小李的相亲对象，但是李某非常奇怪的是，当时2人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，并没有记住彼此的容颜，也没有过多的联系。就在警方好奇钟某是否和案件有关的时候，传来了一个消息，该车辆在8月17日早上从齐齐哈尔往宜春市方向驶去，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，终于在一处乡镇的洗车店里找到了这台黑色本田。可惜来晚了一步，这里早已人去车空。不过洗车店的老板告知，当时只有2个男子，并没有女性，而且非常奇怪，2人来到洗车店后便要求全车清洗，甚至连地盘都不要放过。当时老板要价300，男子二话没话说，付钱后扭头就走，说是过2天再来取车。洗过车的都知道，一般情况下只会简单的除尘，这样把车来个全套的，只能说明车上有必须清除的痕迹。于是民警留下一部分人手在店里守株待兔，另外则是按照2男子离开的路线进行追踪调查。据老板回忆，2人当时是乘坐出租车离开，所以当地出租车成了重点调查对象。幸运的是，小镇并不大，所以很快便找到了当时的司机，但司机却是告知，并不是2个男子，而是3人。其中1人先将车拦下后，再到洗车店接另外2名男子，并且3人到火车站附近便直接下车了。民警闻言，瞬间便发现不对劲，3男子是不是已经乘坐火车离开？如果是的话，那案件的侦办难度将大大提高。警方不敢有任何的怠慢，迅速赶到火车站。幸运的是，并没有发现3人的购票记录。如果3人还要取车的话，那很可能就隐藏在附近。于是，民警以火车站为中心，开始进行走访排查，主要针对一些小旅馆以及住宿的地方。很快，一位长得哇塞的老板娘便提供了一条消息：就在昨天，有几个男子想办理入住，可一说要提供身份证登记时，3人却是脸色一黑，扭头就走。而根据老板娘的描述，其中1人疑似钟某，于是民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一些违规操作的旅馆上。终于，在一家旅馆发现了线索。旅馆当值的是一名老年人，不仅患有脑血栓，听力也不太好。就这样沟通了大半天，终于得知在昨晚有5名男子入住。但民警却是非常好奇，不是只有3人吗？怎么又变成了5人？而恰巧的就是这5人住一个房间中，并且没有做任何的登记。更幸运的是，5人现在都还在房间中。民警就这样打开了房门，5人看着到来的民警，非常的诧异，而民警也非常诧异，因为其中的1人就是钟某。但来到房间的民警只有6人，要是这群亡命徒殊死相拼，很可能会发生意外。民警灵机一动之下，并没有提任何的命案，告知几人，根据相关规定，没有使用身份证办理入住的，需要到派出所进行登记。就这样，钟某5人跟着民警来到派出所，随即身份证登记了，并且还附赠了一副银手镯。反应过来的钟某才发现民警当中的1人比较眼熟，甚至还问到是不是齐齐哈尔的。但审讯过程中，5人就如连体婴儿一样，对小李的事那就只有1个字：不知道。不过民警发现，其中钟某像该团伙的老大一样颇有威信，于是民警直接不管老大了，把其余的4个分开单独审讯。果然，你强任你强，在大记忆恢复术之下，几人陆陆续续地交代了犯罪事实。钟某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交代了案发过程。钟某29岁，齐齐哈尔人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徒。还不上赌债后，父母将房子卖了给他，本想让他迷途知返，不曾想还是不思悔改，甚至再次欠下200多万。走投无路的他一门心思就想赚点快钱，最终开始了抢劫杀人。他还是有点聪明的，
知道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，团队的力量是无限的，很快便以赚大钱的噱头招揽了4个亡命徒。钟某为了安全，将几人的手机全部没收，然后开始铺案，告知只要跟他干，包你把钱赚，只要手不抖，绝对变富有。就这样之下，抗拒的几人竟然变得十分向往，对他的话更是言听计从。就这样，这个荒唐的组织就此成立，租了一辆黑色本田，方便跑路。最初的时候盯上了当地的一官员和3个富商，但始终都没找到下手的时机。钟某刷朋友圈的时候，恰巧看到了2年前的相亲对象小李，不仅有钱，还有颜，而且还是女性，更容易下手。于是钟某开始邀约小李去农家乐。小李最初本是拒绝的，但是钟某却是各种糖衣炮弹，无奈之下，小李答应。8月16日下午，小李上车后便低头玩手机。车行驶到一偏僻地段时，在玉米地等候的3人跳了出来。小李面对5个壮汉，根本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，便被拖到了玉米地中。不仅逼迫说出银行卡密码，还对小李各种摧残和侮辱。哪怕小李配合，只为能获得一丝生机。可惜的是，最终还是失去了年轻的生命，被埋入到玉米地中。之后，钟某等人处理完现场后，他们更换了汽车牌照。8月17日凌晨3点，钟某从齐齐哈尔市连夜开到了自己的老家宜春，准备暂避风头。之后想继续返回齐齐哈尔寻找下一个作案目标。17日上午，钟某用小李的口吻给李某发了一条微信，捏造了一个虚假未知的男友。几人作案得手后，一脚油门扬长而去。他们急切寻找下一个作案目标，在他们的心目中漠视生命。以钟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妄图通过订立盟约来实施犯罪，实现报复的想法荒唐而又危险。一个无辜的生命被他们杀害，而他们也走上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。幸亏警方破案及时，不然可能还会有其他女性遭毒手。只是可怜了无辜的小李。女生出门一定要加强防范意识，选择朋友更要慎重。几年都不联系你的人突然联系你，要不是看上你点啥，那绝对不会是闲的，凡事多个心眼。希望所有读者都能慎终如始，警钟长鸣。